宝兄弟来了。宝哥哥，你这一觉好睡，竟还能想着赶过来，我知道你把舞都忘了呢。二哥哥身上好，我可整整的3天没见着你了。哎，可见着林妹妹了？还没见呢，宝姐姐已经去闹她来了。就是。宝玉跟了出来，不见了林黛玉，还以为是昨日钟赏的事儿，哪知晚间的这段公案，这会子低头看见许多凤仙石榴和各色落花，紧重重的落了一地。二哥哥，你听见没？再给我带些朴而不俗、直而不拙的。这是他心里生了气，也不收拾这些花来了，带我送了去，明儿再问着他。谢谢大嫂子。行啊，给你这个呀，还是这个也不好看吧。
龙金葬花人相知，他年葬龙知是谁？试看春残花渐落，便是红颜老死时。一朝春尽红颜老，花落人亡两不知去。从此就撂开手。2句话，你听不听？既有今日，何必当初？今日怎样？当初又怎样？当初姑娘来了，哪不是我陪着玩笑？凭我心爱的，姑娘要便拿去；我爱吃的，听见姑娘也爱吃，便干干净净的收着等姑娘吃。一桌子吃饭，一床上睡觉，丫头们想不到的，我怕姑娘生气，我替丫头们想到了。我心里想着，姊妹们从小长大，亲也罢，热也罢，何期到了才见得比人好？哪成啊，如今姑娘人大心大，不把我放在眼里，倒把那外四路的什么宝姐姐、凤姐姐放在心坎上。倒把我3日不理4日不见的，我又没个亲兄弟亲姊妹，就算有2个，难道你不知是和我隔母的？我也和你似的独出，只怕你同我的心一样。谁知我是白操了这份心，弄得有冤无处诉。我也知道我如今不好了，那只凭怎么不好，万不敢在妹妹面前有错处。便是有1、2分错处，你或是教导我，借我下次，或是打我2下，骂我2句，我都不灰心。谁知你总不理我，叫我摸不清头脑，少魂失魄，不知怎么样才好。就便是死了，也只是个去死鬼。任凭高僧高道忏悔，也不能超生。
还得你申明了缘故，我才可以脱生呢。那既然这么说，为什么昨天我去了，你不让丫头们开门呢？这是哪里的话？我若是这样，我便立刻死了。呸！大清早起死也活呀的，也不忌讳。你说有就有，说没有就没有，起什么事呢？真的没见你去啊，都是宝姐姐去坐了一会儿就出去了。是了，必定是丫头们犯懒，歪声丧气也是有的。定是这个缘故，我回去问问他们，替你出气如何？二爷，昨天二奶奶打发人来把小红带去了，我想没什么要紧，就没让等你，自作主把她带去了。很是，我已经知道了，不必等我罢了。昨天贵妃娘娘打发下太监出来，送了120两银子，叫清虚观从初1到初3打了3天平安轿，端午节的节礼也赏了。红的麝香珠2串，上等公扇2柄，芙蓉钿1领，凤尾螺2端。别人的也都是这个？你的同宝姑娘的一样，林姑娘同2姑娘、3姑娘、4姑娘的一样，只是扇子和素珠，没有别的。怎么都是宝姐姐的同我一样，反倒林妹妹的都不一样？不是传差了吧？都是一份一份写在签子上的，怎么会错呢？昨天还是我自己去老太太屋里拿来的呢。麝月，麝月，你拿了这个到林姑娘那儿，只说是我昨儿得的，爱什么就留下什么吧。是。二爷说这些东西是他昨儿得的，让姑娘看看，喜欢什么就留下。我昨儿也得了，这个让二爷自己留着吧。二爷也是好意，姑娘何必不领情呢？这个是娘娘赏给她和宝姐姐的，她拿来送我，岂不无趣？这也是你姐给你的。是啊。真好看。哎，这个好看。哎，还有这个，给姨娘请安。你这一串可是娘娘赏的。和宝玉的这一串可是一样的。哎，姐姐，让我看看你的红色串子吧。这个膀子要长在林妹妹身上，或者还得摸一摸，偏生长在她身上。宝玉再看宝钗形容，只见面若银盘，眼似水杏，唇不点而红，眉不画而翠，比林妹妹另具一种妩媚风流，不觉就呆了。你又经不得风吹，怎么站在这风口里？我何曾不是在屋里的？只因听见天上一声叫唤，我就出来瞧了瞧，原来呀是只呆雁。呆雁在哪里？我也瞧瞧。我才一出来
它就嘚的一声飞走了。哎呦，不敢，是我失了手。因为宝姐姐说要看单眼，所以我就比给她看，不想失了手了。薛蟠上一回请宝玉认识了冯子英，今日冯子英回请，还有许多唱曲的小厮，并唱小旦的蒋玉菡，锦香院的妓女云儿。坐，罚酒3杯啊！来，满上！来，喝了！哎，来，坐啊！坐。如此赖饮，易醉而无味，不如我先喝一大海，发出一个心令：有不尊者，连罚10大海。诸出席外，与人斟酒，怎么样？如今要说悲、愁、喜、乐4个字，却要说出女儿来，还要注明这4个字的缘故。说完了，饮门杯。这酒面嘛，要唱一个新鲜的10样曲子。这酒底儿要习上生风一样的东西，比如4书5经、古诗旧对儿、成语都行。好，我不玩。没有意思。怕什么？这还亏了你天天吃酒呢。难道连我也不如？我回来还说呢，说是了吧？不是，不就罚上几杯，哪里就醉死了？就是，你如今一乱令，倒喝10大海，下去蒸酒不成？哎，好玩！哎，来，我先来啊！女儿悲，青春已大手空归；女儿愁，会教夫婿觅封侯。不错。女儿喜，对镜陈妆颜色美。女儿乐，秋千架上春山薄。哎，师兄，感谢你了。接着说，女儿悲，悲，说呀，悲什么？女儿悲，说呀，快说！嫁了个男人是无归。这什么呀？这算什么呀？哎呀，笑什么啊？难道我说的不是吗？一个女儿嫁了一个汉子，这个汉子是个王八，这个女的她能不伤心吗？不行，继续啊！愁，女儿愁，女儿愁，绣房窜出个大马猴。哎，这不行！押韵就好。哎呀，令官都准了，你们瞎起什么哄啊？哎，后2句越发难说了，不如我替你说。胡说，当真我就没好了吗？听我说吧，女儿喜，洞房花烛朝拥起。哎，这还不错。女儿乐啊，乐。快乐，疯了！这什么呀？不行！站一个！一个蚊子，有2个苍蝇，嗡子摇动在。不行！哎呀，爱听不听啊！这是新鲜曲儿，叫做哼怨。你们要是懒得听啊，我就不唱了，我连酒底都免了。哦，对，下一个啊！来，女儿悲，丈夫一去不回归。好。女儿愁，无钱去打桂花油。女儿喜，灯花鬓头结双蕊。女儿乐，夫唱夫随真和和。好，真不错。我随你天山尘，
百媚娇，恰便是活神仙的笑，独行春年真笑，配鸾凤真夜照。看天河真高，平桥楼古桥，平灯同日圆为桥。好，唱得不错。哎呀，唱得真好听，真是文采啊！这诗词上啊，我有限。幸而昨儿我见了一副对子，可巧我只记得这句。幸而，这席间还有这件物品，花气袭人织昼暖。哎，了不得，该罚！罚！这桌子上本没有宝贝，你怎么竟说起宝贝来了？何曾有宝贝？没有宝贝吧？什么宝贝？袭人不就是宝贝吗？啊！你们若不信，你们问他。袭人是谁？怎么回事？薛大哥，你说什么呢？罚酒，你该罚多少？我说怎么哎呀！该罚，我该罚。不讲讲啊！哎呀，不讲，来，喝酒，来。闲了，往我们那里去。哎，还有一句话要诘问，也是你们贵班中的，有一个叫齐官的，他在哪里啊？如今名驰天下，我独无缘一见。这齐官啊，就是我小名。有幸，今儿得以一见，果然名不虚传啊！不敢。哎，今日初次见面，我有一个扇坠子，送给你吧。无功受禄，何以扣当？嗨，你就拿着吧，威武不堪，略表今日之仪。也罢，我这儿啊也有一件奇物，今儿早起方寄上的，还是簇新的，聊可表我一点亲热之意。这是茜香国女国王的贡品，夏天系着肌肤生香不生汗字，昨儿北京王才给我的，若是别人，我断不肯相赠。拿着吧。多谢。二爷，请把您自个儿系的解下来，给我系着吧。哎。哎，可把你们给拿住了啊！你们两个不在里面吃酒，偷偷摸摸跑出来做什么啊？接个手。哎，这是什么东西？让我瞧瞧。哎呀，哪里有什么？小生你喝了酒眼花了。哎呀，什么呀？哎呀，明明是让我给拿住了。好哥哥，哎呀，你就让我丢开手吧，好哥哥，丢开手吧。哎呀，老薛，你怎么不在屋里吃酒来？这闹什么？哎呀，这扇子上的玉坠子哪里去了？没理会，可能是骑在马上掉了吧。你又干这些事儿，你既有好的计了，就把我的那条还给我吧。人是我的不是，赔你一条如何？是我的不对，吃多了酒糊涂了。这可是茜香国女国王的进贡之物，我好不容易得过来的，你不记，让谁记去？哪里的阿杂东西，我不稀罕。来，我给你记上。罢了，我记上就是了。二爷，你总在这些事上做功夫，一不小心闯出些祸事来，可怎么好呀？只要你不生气了，还有什么祸事啊？你看看，好看吧？正是初一这日，
乃月之首目。况又是端阳节间，蒙国府门前车辆纷纷，人马簇簇。那底下凡执事人等，闻得是贵妃做好事，贾母亲去沾香，因此凡动用的食物，一色都是齐全的，不同往日。老祖宗，这张爷爷给您请安来了。无量寿佛，老祖宗一向福寿安康，一向没到府里请安，老太太的气色是越发的好了。老神仙，你好啊！还好，您这边请。老祖宗，一牛豆子，往哪跑？这是怎么了？一个小道士捡灯花的，没躲出去，这会藏钻呢。快带了那孩子来，别吓着他。是。小门小户的孩子都是娇生惯养的，他会吓着他，倒怪可怜见的。他老子娘看了，岂不心里疼得慌？是，老祖宗。发福了！我看见哥的这个形容身段、言谈举动，怎么就和当日国公爷是一个稿子？正是啊，我养了这些儿子孙子，也没一个像他爷爷的，就指着玉儿像他爷爷。是啊。前日在一个人家遇见一位小姐，今年15岁了，生得倒也好个模样。我想这个儿也该寻亲事了。若论这位小姐的模样，聪明智慧，根系家当，那倒也配得过。但不知老太太怎么样，小道也不敢造次。待等老太太的示下，才能向人去说。上回有和尚说了，这孩子命里不该早娶，等再大一大再定吧。你可如今打听着，不管他根基富贵，只要模样配得上的就好，来告诉我。便是那家子穷，不过给他几两银子罢了。只是模样性格难得好的。张爷爷，我们丫头的记名符你怎么也不换去？前儿亏你还那么大脸，打发人来和我要娥皇缎子，若不给你，又恐怕你这老脸上过不去。你瞧，我眼花了，也没看见奶奶在这里，也没道多谢。符早已有了，前日原要送去的。不指望娘娘来做好事，就魂忘了，还在佛前镇着，带我取来。好。你只手里拿出来罢了，又用个盘子托着。手不干不净的怎么拿？用盘子洁净些。你只顾拿出盘子来，倒吓我一跳。我不说你是为送福，
倒像是和我们画布施来的。猴，你不怕割舌头下地狱？他怎么常常都说我该基因制，吃了就短命呢？我拿出盘子来，一举两用，却不为画布施，倒要将哥的玉请了下来，拖出去，给那些远来的道友并徒子徒孙们见识见识。既这么着，你老人家老天拔地的跑什么？就带他去瞧了，再叫他进来，岂不省事？老太太不知道，看小道是上了年纪的人，托您的福，倒也健壮；二则外面的人多，气味难闻，况是个暑热的天儿，哥儿受不惯。倘若哥儿受了肮脏之气，那倒值了。说的倒是，拿给他去。老太太，西药开了，您这边请吧。在这儿听戏这么欣赏。老祖宗，神前拈过戏了，头本演《白蛇记》。《白蛇记》是什么故事啊？是讲汉高祖斩蛇方七手的故事。第二本是《满床户》，是讲郭子仪妻子八婿复归受考的故事。这倒是第二本上。神佛要这样也罢了，那第三本是什么？第三本是《南柯梦》。众人托小道的福，见了哥的玉，实在可汗，都没有什么东西作为敬贺之物，这是他们个人传道的法器，都愿意成为敬贺之礼。哥儿便不稀罕，只留着在房内玩耍赏人吧。你也胡闹！他们出家人是哪里来的？何必这样？这不能收。这是他们一片敬心，小道也不能阻挡。老太太若是不收下，岂不叫他们看小道微薄，不像是门下出身了？是啊，老太太，张爷爷都这么说了，又不好推辞。我要这些东西也无用，不如我叫小子们捧着，跟着我出去散给那些穷人吧。哥儿虽要寻好，但这些东西虽说是不甚稀奇，到底也是几件器皿。若给了乞丐，一来对他们无益，二来反倒糟蹋了这些东西。舍给穷人，何不就散钱于他们？这倒说的是。这件东西，好像我看见谁家的孩子也带着这么一个的。史大妹妹有一个，比这个小一些。是云儿有这个。哎，她这么往我们家去住着，我也没看见呀。还是宝姐姐最有心，不管什么她都记得。她在别的上还有限，唯有这些人带的东西上越发留心。
这个东西倒好玩，我替你留着，回了家穿上你戴啊。我不稀罕。若果然妹妹不稀罕，那我就少不得就拿着了啊。打交连续3天，可是第2天，黛玉因为中暑，身体不便就不去了。宝玉因张道士说亲之事，心中不快，也不去了。妹妹，身上可大好了？你只管看你的戏去，在这里做什么？你不明白吗？我真不明白啊。你快去吧，你张爷爷还有好话跟你说呢。别人不知道我的心，倒还有可恕，连你也拿这话来奚落堵我，可见我心里一时一刻白有你，你竟心里没我。你心里自然有我，如何我只一提监狱之事你就着急？可知你心里时时有禁欲，见我一提，你又怕我多心，故意着急，阴心哄我。我不管怎么样都好，只要你随意，我便立刻因你死了也情愿。你知也罢，不知也罢，只有我的心。可见你方和我近，不和我远。你只管你，你好我自好，你何必为我而自恃？殊不知你失我自恃，可见你是不叫我近你，有意叫我远你了。我竟白认得你了。罢了罢了，我也知道白认得了我，哪里像别人，有什么配得上的呢？你这么说，是安心咒我天诛地灭？昨儿还为了这个赌了几回咒呢，今儿你到底又准我一句，我便天诛地灭了，你又有什么益处？我要是安心咒你，我也天诛地灭，何苦来呢？我知道，昨天张道士说亲，你怕阻了你的好姻缘，你心里生气，拿我来煞性子。什么老屎谷子，我砸了你完事儿！什么老屎谷子，我砸了你完事儿！你何苦来呢？你干嘛摔他的哑巴物件？有砸他的，你不如来砸我！什么好姻缘？谁煞你性子了啊？砸了我的东西，与你们什么相干？你让谁接着来？快呀！二爷，自觉你放开手，让我砸了他！二爷，放开！砸了你！姐姐别拌嘴，犯不着砸他，倘或砸坏了，你叫他心里脸上怎么过得去？不用你管，放开我！快住手！放开我！姑娘，谁是身子？姑娘，快喝口水吧，姑娘。姑娘，你小心些呀，姑娘。虽然生气，姑娘到底该保重着些。这刚喝了药好些，这会子因和宝二爷拌嘴又吐出来，倘或犯了病，这让宝二爷怎么过得去呢？
你不看别的，就看看这衣裳的穗子，你也不该统领姑娘拌嘴呀。姑娘，你不要干嘛呀？姑娘，你这是要干什么？放开手！我也是白小李，哎，不行，拿下来，叫别人替他在这儿好的去。你捡吧，捡吧。姑娘，我横竖不带他了，也没什么。姑娘，太太来了。姑娘，捡到哪儿啊？你怎么让太太也知道了？这可是会使得啊！可不是我说的，好了好了，是你。别说了。这是怎么回事？你们不小心服侍，这会儿子闹起来又都不管了。玉呢？我们回家。只见黄叶飘飘。过了一日，至初3日，那是薛蟠生日，特在家里摆酒唱戏，请来贾府诸人。宝玉因得罪了林黛玉，二人总未见面，心中正自后悔，无精打采，哪里还有心肠看戏？这年头，这个姐儿们是不出嫁，这爷们不正儿八经的娶媳妇儿，这兔子可比那王八多得多呀！你林妹妹呢？胡子。怎么也不见宝玉？长胡子的呀！哎呦，哎呦，您那好啊！哎呦，我好。我这老冤家是哪世里的孽障，天生遇见这么2个不省事的小冤家，没有一天不叫我操心。即使我闭了这眼，断了这口气，凭着他们闹上天去，我眼不见心不烦也就罢了，我偏又不咽下这口气。真是俗语说得对，不是冤家不聚头啊。为官的家业凋零，富贵的金银散尽。有闻的死里逃生，无情的分明报应。签名的名一换，牵泪的泪一牵，冤冤相报是非情，分离聚合皆签订。欲知命断问前生，老来富贵也真侥幸。看破的遁入空门，痴迷的枉送了
生，老来富贵也真侥幸。好意思是今年